欢迎夏轩老师。耶！第一反应就是质疑啊，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起楼外楼这个名字，挺奇怪的，因为感觉我们这个18楼嘛，挺有争议的名字。第二反应理解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少年团下一步，我觉得应该是拿出代表作，感觉就是那个难关很难再往上突破了。困境就是，大家合体时间变少了。单项困境就是，就是还应该再努力吧。很多次的教训吧，我觉得上一次演唱会，还有一些平时的训练机什么的，我觉得都是能找到很多缺点。我觉得要继续努力提升自己，是想去干，但又身体上就懒，没有目的。其实自己挺想做音乐的，但是很多因素嘛，就是自己思想的问题。以前我写了一首歌嘛，记得有什么完美主义，陷入这个完美主义，你就会感觉不达到完美就不行。但是其实进入这个完美主义，我觉得就已经错了。凡事都要先动手，第一步不能光想，不能就是觉得这个哎呀不太行吧，这个不够完美就不做了。我困境就是晚上睡不着，晚上睡得着，但是不想睡，白天自己的时间太少了，然后晚上就不想睡，但是起得又很早。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太想顺从别人吧。小的时候就是感觉听话没什么不好的，慢慢长大了就发现听到听话这两个字，我就感觉有一点点反感了。这个词真的不是好词，我觉得是一个过程，慢慢的就我觉得听话的对里面，其实不应该是叛逆，觉得应该是独立，对，思想独立，应该说不，这个挺需要的。拒绝别人，就是我的性格也是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性格，可能大家就会说我听话，就是生活中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也是在慢慢的变得有反骨了。对别人来说是好事，然后对自己来说的话是坏事了，因为听话的话你就没有自己的思维了。我是挺听话的，但是长大了肯定要有点改变嘛。离家出走，我也没离家出走。叛逆的事情是什么？叛逆的事情，哎，想不出来。下一个吧。我也挺同意的，我也很怀念小时候那段时光，很美好吧。我们7个人都统一最难忘的记忆是哪段？就大家都会说去韩国集训那段，19年的时候，那段时光就是大家都保持着童心嘛，但没办法，都是要长大的。那肯定是既是好事也是坏事，一个事物肯定是有两面性的。好事就是自己独立了，干什么也不用问别人，不需要被别人就是指指点点什么的。坏事就是可能长大了就会思考的更多，心里比较压抑，需要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养成系嘛。虽然我们成年了，但是我觉得养成系始终贯穿着我们吧。成年了嘛，然后还有养成系，我觉得这个挺奇妙的。养成系能给成年世界带来青春，好像真的没有一瞬间，真的没有，是一个事实。我们的困境就是确实没有代表作，没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作品嘛。我觉得还是选歌方面吧。那还有什么原因啊？不就是歌难听吗？我感觉过了吧，但是万重山前面还有什么瀑布什么之类的，还有更大的困难，这也是我们一个主题楼外楼嘛。下一站就是有一个让大家都认识我们的机会，虽然现在已经接了很多综艺啊，就是怎么能让那个只看一眼的观众更拉近一点距离，更有吸引力。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我觉得要留住现在的粉丝们，团合体变少了，粉丝们有点流失了。我肯定是有野心的，我其实想让时代少年团火到国外去嘛。是真的有点佛，我觉得这不太好，没有好处，这是我性格的缺陷。我也想要改变这种状态。大家就是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插不进去嘴，就大家都会以为你怎么都行啊，很难受啊。我觉得没有机会表达，没有那个勇气。做事的话就必须动手去做。先写歌，写觉得不行，再写就觉得不行，否则就不做了，就已经把它扔掉了。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，就是做事不要追求完美，开始的第一步很重要，就强迫自己动手做，一定要动手。
那也肯定有的，可能会比较压抑，因为经历的多了，真的会丧失很多乐趣。那肯定是造成影响的。情绪上，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会比别人懂事早一点嘛，情绪上会大起大落。就比如什么上舞台什么的，大家都没怎么经历过的事情，我们就先做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了演唱会结束就会有一种失落感，就包括干什么事情都是，就狂欢之后就会有一种失落感。其实没有吧，还是非常热爱音乐。演戏只是锻炼自己的另一个方式吧，人肯定要多学一点嘛，艺多不压身。也会有，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路还是歌手吧，因为我太喜欢 R&B 了。但是我也说不准嘛，万事皆有可能。对啊，我觉得会的，会焦虑，焦虑挺好的。祝福大家来到成人世界后旗开得胜。